回正，好，1、2连啊，走，1、2、3，回正，再来走，1、2、3，回正，再来走，1、2、3，落，好，再来一次啊，走，慢慢走，1、2、3，落，好，回正，来这最后5次啊，坚持住，走，1、2、3、4，好，走，1、2、3、4，好，3回，1、2、3、4，好，最后2次连起来走，1、2，来，靠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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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去做虚妄折叠，来，来啊，来，屁股贴，好，屁股贴，腰贴，背贴，肩贴，好，顶起来，近点，脚离近点，脚离近，对，是不是早上一起来天一冷硬身子骨？对，屁股贴，腰贴，这儿屁股离开，对，好，背走，来再来一次，走，屁股贴，好，走，腰，哎，很好，到这儿，肩，好，再来一次，走，屁股贴，好，起屁股走，腰，哎，很好，走，扣和顶，慢一点，这儿尽量再往外放一会儿啊，来走，屁股贴，好，这儿贴，哎，很好，走，对，也不要刻意勾头，尽量光脊柱动，颈椎不动啊，走，好，由下往上，对，非常棒，非常棒，好，放松，这儿贴，哎，对，好，背，肩，走，开，对，好，好，好，来，不挨墙，姐，不挨墙，走，坐，好，出虚妄折叠，好，现在呢，不要去屈腿，扣小腹，收小腹，收，好，走虚妄折叠出，对，再来一次，走，收，好，出，好，很好，来，合左胯，上提，好，合一正，虚妄折叠走，再来，再来一次啊，姐，合左胯，好，小腹内收，好，慢慢转过来，先不，这会儿不走啊，先上身不要驼，对，合，好，团，好，先转过来，来折叠，中央折叠，走，哎，对了，知道吧，姐？左侧从你做顺缘，从左开始往上起，那叫启动，到右侧到下的时候，那叫发动，然后把那个虚妄折叠通过小腹扣进去、续进来的这个劲儿，在这边出去。那反方向是一样的，看从这边过来，从这边把虚妄折叠出去。我是中间出去的。对，你是一扣，你就要从这儿，你就出到这儿了，它的螺旋的方向没变，对，然后再出。对，是的。所以启动跟发动的方向跟位置要找清楚。从左往右，那在右侧是发动的；从右往左是在左侧是发动的。那先不要从右往，先从左往右。啊，找不到感觉。合胯。这样能找到。左上角就是你不转的时候肯定是能找到感觉，因为这现在你的这个感觉就是啥吧？就是你有点依赖于腿的屈膝，然后去往前顶膝起折叠的这个动作了。你到后面不说吗？就是你在做的时候尽量去扣尾闾，收小腹。这个力量是通过收小腹，然后涌动向上起来的一个劲儿。如果你屈膝往前跪的话，其实它是什么？它还是顶胯去做了这个虚妄折叠。在新架里边，它难点就在这儿了。你只要把这个琢磨透，后边真是不难了啊。收住。对，合胯收住，好，扣尾闾，放出来呀，放不出来，到这儿就在这儿空了是吧？姐，来，刚才我扶着你出来2个动啊，不放松，对，好，好，第一个走合左胯，好，提，不驼背，上身直立啊。合提，好，来转，走，放，虚妄折叠，先慢慢去找虚妄折叠的感觉。哎，对，很好，姐，就是这个细腻的感觉啊，就是你中间不要断东西，来走，一合，好，2提，来向右转，来走，静到这，不着急，
就看你跟着我的口令和手上的用劲走啊，来走1合2扣，好，转过来，不要着急啊，来走，慢慢放出去，放，对，胸腰折叠出，很好。往前放吗？它是往下放，姐，你看，你刚才是在左侧这边啊，在右侧这边的，你就没有事啊。来，再来一次，对，是的，对，哎，很好，对，再来一次，从左提，好，右合，好，到这儿放，胸腰折叠出，好，左右下，慢一点，不要那么快，1收，2转，3放，胸腰折叠，你可以加上吸气，呼气，对，吸气，呼气，对，是不是找到一点东西了？以前都光转没带。对，以前是以前的光转可能没带过脊柱。以前的转可能是对于这个腹腔的利用，也就仅限于这个地方了。很多师傅说，只要你丹田能转起来，你的手上就能有那种烧结的，不对，这句话是不对的。我们丹田的转动，小腹的这个运用，它最先控制的是你的腰椎，是你的这个盆骨和底髂关节。你底髂关节一旦产生螺旋的时候，那么这股力量节节贯通，一定要顺着你的脊柱往上去爬。那师傅一说，气贴背，敛入脊骨。为什么要敛入脊骨？脊骨是通路。如果你的这个地方光转这儿，你上身是松的或者是散的，那你也仅仅只是转了个肚子，只能证明你腹腔很活。但是这股力量它并没有带入到你的这个脊柱上，对，没传达出去。相当于说我今天抓了个拳头，那就是抓了个拳头。那我要是把这个东西抓过来，拿过来了，这才叫能够带动它，知道吧？所以必须要让它转的过程当中把胸腰折叠这个感觉带出去，是每一个动作就像跳舞一样，螺旋打出去。像这种感觉，我看一下，我感受一下啊，摸住啊，放松，好，合，提，出，这种感觉啊，它必须得有这个手和不是这个手，这个丹田和脊柱的一个联动啊。现在姐就是你到这一节就断掉了，知道吧？到这一节就断掉了。你上身，你看你，我跟你说3个部位啊。第一个，你小腹内收的时候是扣的是尾闾，对吧？你拉的是命门。然后当你的这个力开始慢慢往上走的时候，你这个节奏肯定是通过你的夹脊关到你的后背，是吧？到你后背之后了，你最后能不能展现出来这个劲，它体现出来的点在肩膀上，你看。有没有肩背的一个开合？对，有开合了，那才能证明你这个劲达到了梢节上。你看姐，这个是肩膀，看我肩膀，1、2，肩膀的开合，能够把手像一个小波浪一样去带出去，这个力量才是比较细腻的一个过程。给那个波波老师说一下。那么啊，帮您解决一下。合胯，扣，往右走，胸腰折叠，然后连到一块儿。就是这个地方的启动，能把这个蓄的力直接带到这边走，这种感觉。就能站出来。不急。现在因为姐你的胸腰折叠，你贴墙的时候，你从墙面一离开，你这儿还能用上2下。那一旦你发现没有，你的这个现象是，我只会正前方的胸腰折叠，我到这儿我折不了了，到这儿我也折不了了。他是那他师傅说要支撑8面，但是我们这正儿八经人是不可能支撑8面的。我们只能说相对来说尽可能追求这个高度。咱们的这个胸腰折叠，你看，比如说我这么站，我都能胸腰折叠，然后我这么站，我也能胸腰折叠。就是你在任何时候的话，胸腰折叠是不会因为你身体的朝向，或者说你丹田的朝向，而去改变你胸腰折叠的一个路径。因为你在这儿，在这儿，我说你哪弯到这儿，仰到这儿，还能胸腰折叠。你们任何时间、任何地点都要去能够做到这个要求。所以老说好多人不是说咱模仿蛆虫之动吗？咱没模仿，就是这。我不知道我理解的对吗？我摸着你的时候是在这儿，
然后收回来到这儿，然后其实你是这样的一下，它不是放，它不是说掉下来，它是往外合下去了。就是你看，你摸摸肚子，这是掉下来，软软的，就是肠子啥的，这是硬的，对，它是合住的，就它没有说，我虽然是往下走的一个过程，但是我那个球，并没有因此而泄气，也没有因此而瘪下去。很多人理解的瘪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姐，我给你讲一个概念啊，现在很多直播间的同学可能是理解的比较偏颇，丹田的瘪，它并不是指你的丹田收进去了，你要真把丹田压进去，它还不叫瘪，瘪的意思就是指它没有那种膨胀感了，就是比如说你膨出来之后，你这个肚子是微微敲一敲，像皮球弹性一样，瘪就是完全没有弹性，肚子上就跟那什么，就跟那软肉掉下来一样，然后肠子啥的都堆到这儿，那叫瘪。但是它从外观上它瘪，它小进去了没有？它甚至可能会变得更大。但是这个时候你里面是没有什么，没有那个所说的那个合劲儿了，这叫瘪。但是好多人一听瘪都是以为收进去。啊，那就不叫瘪，那叫内收。啊，这叫上踢，这叫内收。小腹内收是打拳打老架一路的时候必须要掌握的一个这个时间。能明白吗？就是啊，就打老架一路的时候，小腹内收是一直要存在身上的。为啥？因为小腹轻轻内收的时候，你这个带脉这一圈它是轻轻合住的，然后你的灵活性会很好，然后你的稳定性也会很好，叫合。然后呢，你在打心架一路的时候，它要活。它要活，就是你这个丹田，它既不能一直存在这内收，它要怎么？它也要通过你的小腹的肌肉，左螺旋、上提、右螺旋、下放。但是上提下放的时候，它并不会让你的肚子往里瘪或者往外鼓，而是它进行了一个提收，肚子还是在这儿，它提上来了。对，但是不是用胸椎去提，是用你的腹腔的上半部分膈肌膻中的那块去提。提上去之后到右侧放下来的时候，你并不是说把肚子不用劲儿溜下来，而是通过鼓胀，一呼气就好像我们咳嗽一样，把丹田一咳，往下去放了。那这个时候你在运用的时候，是不是丹田会崩一下？这不就是立元的时候，我下放时候的这个发力吗？但是我们很多人说，老师我只能会用呼吸去合。那我们这都是前期跟后期的区别了。后期是你在任何情况下、任何呼吸下都能够把它放下来。都可以去放，那我们小白可能就是一放，丢到这里了。那丢到这儿的肚子就这个感觉，然后合到这个胆就这个感觉，就不一样，知道吧？所以好多人不是说关注核心，关注核心，他关注核心是对的，但是他只是单独关注了，并没有在这个关注当中对它起到什么控制，而且很多人理解了还是错的。什么是饱满？并不是说你非得把肚子撑得大大的才叫饱满，你要把肚皮练得厚厚的，它那个厚还指的不是脂肪层，指的是肌肉层，要练得厚厚的，要练成盔甲一般的东西，而且是深层肌肉，腹横肌、腹直肌，就这样。所以我们练的过程里面，你就去找你的肚子里边在转的过程当中，没有一个时刻是完全放松下来的。它是，那师傅怎么说呢？熟能生巧，你的灵巧让别人感觉到你在打这套拳的时候非常放松，而不是不用力让人感觉到非常放松，知道吧？那是泄的。对，你不用力，你放松下来，那就是泄劲儿了。你非常灵巧的时候，给人的感觉，对，那个松才叫真正的松。所以就像姐妹，我之前给我的学生举过一个例子，我不知道你听过那个没有，就是这是一个水杯，太极拳的松跟静指的是啥吧？你看我拿这个水杯，姐你觉得我现在是松的不是？拿这个水杯，你觉得是松的？对，你回答的很好。但是我心里边告诉你，判断不出来，为什么？如果这个水杯放在我手上，我没有让它往下掉，也没有让它往上升，那我就是静下来了。我的抓握的力量和我手上的摩擦力跟这个水杯形成平衡了。这就是一种静。那所谓的松呢，就是我用了最小的力量把这个水杯拿起来了。但是能不能判断出来我现在很松呢？判断不出来。为啥？你不知道我拿多大的劲儿在抓住这个水杯。我可能用了比这个水杯大好多的力量去举起来它。但是我就定到这儿不动了，我身上是僵的。
这里判断不出来。所以说我们太极拳里边所说的松和静，它指的就是把所有一切抓的东西变成拖在这儿，用最小的力量维持当下的这个情况。那丹田也是一样，你想要去做，其实你越是用蛮力，它越不好放。其实有时候你先看，来收，你有时候就用这一点，是不是？有时候就用这一点点，嘣，它就上去了。然后在落的时候，你有时候用这一点点，它可能嘣就合下来了。所以你心里明白的时候，你会去慢慢去控制你的身体。你看看去，我再给你去，再给你弄得直白一点，手放我3个，你看第一个，在我膈肌膻中的这个位置，好，我要收，这个位置会上提内收，对吧？好，当我提上来，我要想往右转的时候，我这个位置，所以这个时候就要控制啊，控制，是不是？这就是姐我一直在直播间教了那个点儿。你想去做腰胯的相合，你去松，这是明显的初学者小白犯的错误。为啥？你师傅让你松，师傅你松，师傅打你打飞的时候好打呀，对不对？你要打你那一瞬间，他可不松啊。所以我说你们不要想着松，就想着合，去找肚皮外侧，找大腿的内侧去贴，就想着他们在做动作的过程当中是找到一个合劲儿。你看腰向右转，小腹一沉，打合到你的右胯上。你是一个主动产生螺旋的身体，而不是被动的，这叫泄。所以姐不是才跟左边这个可以是一模一样的，姐姐，你两侧它的力源是对称的，所以左侧合的时候，你看肚皮去找左侧腿，然后小腹上提以后，然后右侧去找肚皮右侧去找右侧腿，然后让你的胯形成一个螺旋下沉。到这个位置，你看正好在内扣的过程当中形成了一个胸腰折叠，对不对？形成胸腰折叠，把胸腰折叠带出来的同时，胸腰折叠的前半部分是啥？你看啊，胸腰折叠一扣一收，好，你看在正面啊，一扣一收，当你劲儿上去的时候，小腹是不是会往后往回走，对吧？那你转到右侧的时候，你一松胯，臀胯是不是也会往后往下走？你把这个东西联系到胸腰折叠里面，提扣。转到完了，胸腰折叠上去了，转收，胸腰折叠就出来了，连一块儿。对，有那个意识了，但是实际操作还差点，就老是断到脊柱上，力量老是断到脊柱上。所以咱练的时候，其实就是要找到身体的这个操控感。就你在任何时候，你这儿提上去了。我能把胸腰折叠往这儿放，也能往这儿放，转圈拉过来，就往这左右两边走，找感觉，对，你是一动你就想吸肚子，你一动你就想往里吸肚子，它的力点，啊，来，这是你的膻中吧？好，来提。啊，这不就上去了吗？一个点儿，好转，好2个点儿，对，好回正，好再来1个点儿提，好2个点儿去，对，不要去收小腹，但是你勾点的时候，对，你想拱背，所以控制一下嘛，对。新进来的老师让我想起来师傅之前说指点，就戴力是这儿戳那儿戳就指点。那我一动，我感觉那个对你老想这块然后动，应该跟生活习惯有点关系。走，慢慢走，落。点上关注，好，老师每天练习免费的放松下来。不中，姐已经开始乱来了。好，放松啊，先左侧左合。好了，喜欢老师的好踢，对，好转，放，好转回来，对，好左侧合，走踢，好转，
好放，好左侧转，好ERT，不，又开始吸了，收，因为姐这儿动一下可累，你知道吗？很累，可能动几下你的这个腹直肌的上半侧的那两个小肌肉角儿就没劲儿。对，但是这你有没有发现啊？你每次这儿一合的时候，别动啊，那不是说弓不弓，你们有没有发现，你每次这儿合的时候，其实就是在给你的后背的肩背上去蓄力。你看扣，然后你再把这个地方放出来，你的肩膀会从这样子，转化为这个样子。你会发现肩背发力的起点是在这个位置。就是正好把这个支点告诉你，肩背发力的起点不是在这儿，不是在这个位置。这不是肩背发力，这是胸在发力。你想要肩背发力，从膻中到后背的夹击，这一块都算是背。一走，看这儿开，懂吗？好合，全都是。那没事姐，慢慢开发嘛。因为你看咱们前辈们给咱分享了3个点嘛，丹田一个，膻中一个，然后这就是你的咽喉一个，到背后了是玉枕、夹击和命门。先辈们给咱们分析了这几个点，其实都是你身体的关节转折点。它把你身体分成了上半部分、中半部分和下半部分。就咱说了3焦嘛，通过这3个地方，你的不同的运用，它可以调动不同的心肺、脾胃、那个肠宝啊，就不能再说了，再说直播间又没了啊。所以你在运用的时候，它就是想把你从下腹的这些小腰子呀、肠啊这些东西都动起来，然后到这儿找你的脾胃这块，然后再找你心肺这块。所以最后这个开合，它一定是为了扩胸、展肩，然后合，找这种感觉。我再教你个办法，来，你会勾手绕肩不会？没事，方法有很多啊。你把手放在这个位置，放在这个位置，好，合你的手肘啊，不要夹来，屈膝，好，手肘向两侧打开，来扣尾捋，挺，好松，对，去做勾手绕肩，来看侧面啊。对，就这样去做一做，需要折叠试一试，因为这个感觉可能会更加偏向于引动肩胸的这个地方。对啊，这个地方会更加引导去做肩胸。你看姐现在肩膀开始有点想微动了，是吧？就这个感觉。我得教你不同的基本功，去找你不同的身体开发。方法有很多，没事，这个方法不行，咱再换再换。你会发现我的方法多到教不完，没关系啊。来到这边啊，需要折叠，你可以顺着这个肩膀，好，扣涌向上。对，以这样的方式去练习胸腰折叠是可以的，包括反向的，从这儿，这是反向的。这个反向的不太好做，反向的不建议去做，反向还是建议靠墙你反向的这个可能是展肩，有的人接受不了有的人接受不了反向的，只能接受正向的。对，要折叠走。对，然后姐，好，我们开始加内容啊。放到这儿啊，合，好，扣，知道啥意思了吧？不要着急，先合住，好，扣上去以后看啊，扣上去的时候身体先往下合，对，走好，回来走然后看侧面合，对，合住先提上去到这儿，对。走，好，
我们新进来的老师没点关注的一定要点点关注哦。老师每天你都卡到了一个很奇怪的节奏上，看看合胯来姐，你看先合胯，对，好，扣尾捋，走，起，不中，你看你扣到这儿以后，你不是上来了吗？你到这儿之后，你有点过于依赖于这块了，完全尾捋又不动了，这儿又不动了，你不能不动。你看到这儿以后，我转手啊，好，扣，我这块是还要的呀，不是不要。现在你是手一带以后有胸了，但是肚子又没有了。没关系，不是一个方向。那个尾捋动了2次方向。2次。你看我的意思，你转过来以后，尾捋有一个这样，对，因为它扣到这儿以后，它实际上尾捋是有点往后走。哦，对，它往后走了，它就是一扣二落。你看虚腰折叠不是一前二后吗？它一直在动，它不是不动的。是这样。合扣。合，然后收这儿的时候尾捋是过来，然后转过来以后其实是。哦不，可不是，姐，它这个翘，它这个尾捋起，它没有起翘啊，它是扣完之后起身，你看啊，松胯，屈膝，坐，它是把你沉，但是虚腰折叠，就是这个小鞭子，我给你可能说用身子模拟，你可能不太能感受到，热了吧？你看，你这个小鞭子，我在抽的时候，我是不是要？在抽的过程中，在这是原地，好，先蓄力，停到原地才能再抽回去。所以你的尾捋本来是屈膝松胯的，对不对？好，你扣完走完一个涌动之后，你最后是回到原位的，就像抡鞭子一样。我手在这儿，好，我先往前掸完之后，我的手要回到原地才能把这个鞭梢劲抽出来。那尾捋也是一个意思，你在涌动的向上的过程当中，它虽然往前送，就像掸手，你看就像掸手一样。一掸手，好，鞭子出去，手再回来，把这个鞭梢劲儿大送出去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对。那我带不来上来。那就是那姐，刚才你一用胳膊，你上边光有，你下边又没有了。那个问题还是出在夹机关的那个地方，就中间那个位置老断。你现在是单独可以动上边，也可以单独动下边。合不上，对，就是那个脊柱中间那一块老是卡在那个位置。那怎么办呢？其实姐，你的这个问题，大部分人都是这样，都是中间那块联动不上。我们还倒真没有去钻研过让你中间那块联动的方法，一般都是多练，就是多练，把它给练熟了。因为我们没有办法，就是让你去单独的去找到这个。中极，你看你中间这一动，你上下两边都会动，但是你上下两边当动一端，你中间就是不动，所以你单独去拿它练，一点起不到效果。对，你单找力源不行，姐，你看单找的时候，姐，你第一个反不是反了，第一个反你是老吸肚子，它不吸，它往上合，对，然后再去考虑别的事，对。它是往上合，对，然后上，你看这就能联动起来。就是姐，刚才你的这个情况已经是虚腰折叠已经做到联动了，但是一旦加上了这个左旋右旋的小腹，你就联动不上了。你看，我们要的目标是合左胯，不管是通过起势，你看到这儿，点关注哦，老师这种感觉，或者说懒扎衣的这种感觉，走，一合力源。这种感觉，对吧？就是你看，就是好多人说，现在好多人不是转手吗？它其实不是转手，它传统里面就不可能光让你转手，它是让你怎么走？胸腰折叠，这个劲儿非常勇。你看姐，看我的身上，咱现在是耸肩，好多人练膝夹都是这样。你看，走，看侧面，看背面，到这儿，你的力是从哪来？胸腰折一个这样出来的一个力，胸腰折叠一走。手上一个鞭子就抽出去了。但是现在你看，你的运动是什么？你的运动是，你的圈只有在这儿，你是用平原，
没有这个手的力点在哪呢？姐，就是高级班要讲的心架，手的力点不是在转，它是在沉。看见这个鞭子，嘣，它是这样对，啪抽出来的小鞭子。但现在好像老往里拐，你拐啥呀？走，力鞭子抽下去，都说不上哪疼，反正都疼啊！小鞭子一抽，嘣都下去了。所以这个力量是脊柱抽出来的，然后正好左手又跟小腹这儿合住了，这才能有现在我们看到那种脊柱的动。然后到这儿，你看又是一个胸腰折叠，脊柱的动又送上去，然后到这儿没有了，直接螺旋拓展，这块是大小螺旋。所以我们在练的时候，就是姐，你这个东西要不出来，你心架就5个动作就进行，就是后边的心动就一点，为啥？我再给你姐举个例子啊，这个摆个量式，好多人不是这样吗？蹬一下地，它蹬屁，它是逆圆，脊柱的一个动，身体是像一个龙一样，就是它是一个脊柱的，当一上手就上来了。咱们现在是老想拿大拇指往上伸，它是一个脊柱的运动。走，好，过来，然后到这儿，它开了以后，你看还是顺圆啊，有了这个顺圆才能走楔形，然后有了这个逆圆才能走出收。所以姐，你没一个地方它不是胸腰折叠，它一直在胸腰折叠，所以不能做到从左往右胸腰折叠，或者从右往左胸腰折叠。就是姐，那我就只能教你外形壳子了，知道吧？而且壳子咱俩体系还一样，没啥太大的区别，所以就必须得要你学会这个，你知道吧？像教你点真东西，他就只能在这儿给你纠结了。线上课是教这些的吗？这个是心架，对，这个是心架，宝宝们。心架一路，因为说老师不怎么讲心架一路，是因为心架一路基本功太难了，朋友们啊，你现在好多心架一路，你学的就是个壳儿，知道吧？好多不教基本功。对。同学们学会了吗？你们学会了吗？你们学会了吗？这个玩意儿真不好学呀。